陈明老师跟林心地一起来帮我们介绍这一支。本来我们以为有拍过，就后来完全都。对啊，我们最近 TT 什么都这样子。对呀，好，太多了。一些经典都没拍，真的，然后都拍一些不经典。不是啦，我们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发现很多好闻的香水，卡萨诺瓦的，对不对？对，卡萨诺瓦对。好，来，那这一支阿芙罗啊什么那些，这支是天龙座。天龙座 ，Draconius 这样子念吗 ？Draconius， 天龙座，这个应该也是星座整个对系列的。哇，金色的瓶身跟盖子就是很漂亮。对啊。哦，天龙座，请问两位住在天龙国的天龙座，有没有来闻闻天龙座？对，天龙座的人来用用看天龙国的。天龙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哈。通常会用到天龙，表示可能是首都啊，或是特别瞩目的，令人瞩目的，或者是最重要的，对，最主要的，对。那我看一下，它这个星座，它是说它是最像太阳的一个恒星，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应该就是指它能量很高吗？非常亮吗？然后一直在那边是。然后模仿着太阳就对了，是我自己乱猜的。好，没关系。然后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哦，专家请那个移到科学频道这样。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支天龙。你要不要讲一下故事？好，你有故事哦。老师有故事，老师早点说嘛。我刚刚在那边乱扯。古希腊神话里面，天龙座的天龙是一只会喷火的巨龙。然后那时候，天神宙斯和他的妻子赫拉结婚的时候，大地女神送给他一棵金苹果树作为贺礼。然后呢，宙斯很喜欢，就把它放在他女儿的果园里面。然后呢，派了这只有100个头，会喷火，然后永远不会瞌睡的一只巨龙来守护。后来呢，天后为了就是他的妻子宙斯的妻子为了要为难那个大英雄那个Hercules 那个赫克利斯那个膝盖的不脚踝的阿基里斯的那个要去为难他的时候，就让那个巨龙偷出了3颗金苹果，然后来骗那个 Hercules。对，结果呢，后来呢，他就把他那只100个头那只龙就把那个金苹果偷出来了。对，然后呢，后来也因为他成功的帮这个赫拉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呢，他就被赫拉升到天上，当做天龙座。OK， 原来是这样子。有帮他把金苹果偷出来，对不对？对。哦，好，原来有这个典故。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天龙座是什么样的表现。其实我已经忘记它什么味道，很久以前，我已经忘记它什么味道，所以我就想说，我看香调还蛮期待的，跟这个味道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对，好，我们来试试看。老师要喷在哪边呢？对，刚是在哪？哎呦，我们很大方的喷2下。天龙座，如果天龙座的话，我觉得它的味道应该是要非常的盛大的，因为一切最好的，我要给你最好的礼物嘛，对不对？所以才用天龙。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味道，跟可以达成任务。正如刚依据陈明老师这样子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对，可以完成任务。闻的味道就跟那个大地的，跟那个爱马仕的大地的前调里面有一点像，就很亲和的那种香根草的。我知道你说的，我知道。然后又带柠檬，带的那柑橘的那个香根草。对，它有那个，因为大地它有那个前面也是有葡萄柚果香那些带出来啦。对。但我觉得这支它的柠檬香气更多一些，前面的地方。那我现在是什么味道？我现在反而是一开始，硕大的田野，然后有干稻草的味道。我不晓得你们闻到一个焦焦的干稻草的味道，对不对？有。
还有柠檬啦、香根草啦这些。香根草，然后它的那个胡椒底蕴有，对对，它那个胡椒可能就是你讲的那种干草的那个干燥的那个感觉，焦焦的味道，对对，是吗？是。这个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哎，我觉得天龙应该在天上哎，怎么后来现在变在地上了？知道有点像很接地气吗？接地气的天龙，哎呀，这个反差感蛮大的哦。他本来也是在人间嘛，后来才被升到天界的，对。好，那老师来讲一下，目前前调在你身上怎么走？有没有什么画面可以带给大家？我本来如果我提到名字，我就会以为说，哦，天龙座那会不会是一支应该是以焚香啊、木质调为主的一支香气？是，就现在我会发现，不是，跟木质调好像不太有关系，关系不大，不能讲没有关系，因为香根草的味道还是有那个木质调的感觉。但是我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前面的那个柑橘的那种香气跟那个胡椒的辛辣感，把它综合在一起，让我觉得，他把那个柑橘升华变成是一个很快乐的，我觉得有一种很快乐的氛围。是，那但是它对我来说，我有闻到一些绿调，有，我觉得还蛮明显的，甘草拔辣的那种甘草的味道，你知道吗？有没有？有，对不对？是天竺葵吗？应该是很妙，但是是那个绿感。天竺葵会有点凉凉的那个感觉。那好，李希弟，目前现在前调在你身上怎么走？微微凉凉的草香加那个很土地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啊，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具有力量的味道，不是那么 TT 的那种果香哦。它虽然前面有柠檬跟葡萄柚，但是我身上我闻到更多的它的那个中后的味道多一些。它可能前面的那个果香没有像其他支就是很爆炸的水果那种，不是。它前面的柠檬跟葡萄柚是带出那种整体它后面的那个微辛香的感觉把它衬托出来，但是它不是以柑橘为主的一支香水，我觉得它的底就是中后的底是更多一些的。对，我现在的柑橘就已经慢慢的消散完。是，那比较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我现在天竺葵越来越多了。对，天竺葵跟胡椒的那个感觉越来越明显。对。我觉得它后面天竺葵把这一个绿感，还有这个大地的气息，再把它整个扬上来，因为天竺葵会比较让气味比较浮上来一些，比较轻盈一些，对不对？比较凉，比较轻盈。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礼拜六不是要上课吗？然后他刚刚就会让我联想到，你知道我们礼拜六上课，然后就中午放学的时候，大家就很开心，哇，周末了，放学回家了，然后小朋友就会去就杂货店，然后去买那种冰棒，然后边吃，然后你边沿的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旁边很多小花小草，那我想到一种植物叫马罂丹。马罂丹啊，这是花，它是一朵，然后你轻轻一拔，它可以一整撮的那个看的花，然后有红的、黄的、紫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一把，对，很可爱。然后小朋友会，然后它的叶子就是有这种辛辣感，有一种刺激的辛辣感。然后但那花呢，就是我会这样摘一把，有时候小朋友会抓一把起来那样玩，然后阳光照在小孩子的身上，然后觉得。就加上这些绿色的叶子啊，这些花香，你会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这种感觉。对，就是这个马罂丹。一小撮一小撮的那个小花束。你小时候我们不小心会摘到它的叶子，就哇，它会有个刺鼻的辛辣感。对，它这个是有毒植物。这是有毒的，那我们不会吃它呀。老师可以现在那个我还活了，现在好好的，应该 OK 了哦。对，老师，你刚刚这个画面很赞呢，你把它讲的
其实跟我有一个刚刚想讲的有点联想力在一起，因为我想到的是以前我们下课回家之后的天母公园的路上啊，对，因为我们家从天母公园小时候啦，从公车总站圆环一下车之后，在那个中山北路7段嘛，一下车之后要经过天母公园，然后穿越天母公园，还有一些那边还有一些田埂。然后才会回到我们家。那时候还有田埂，那时候有田埂。那这一次再回去都变公园了，就没有了。那我在田埂之间也是闻到像这样子大地的气息。所以老师真的是很厉害，把这个形容的画面非常到位。而且特别加上了孩子礼拜6下班，哇，就是一个开心。对，对不对？结束了6天的那个，好不容易抢到了1天半的快乐，哇！就在这个时刻，哇！你真的是把这个孩子的心声全部都说出来了，也带我们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一些记忆的画面，真的太棒。好，林心凌，那现在目前这一支前调，前中，我刚刚是不是讲个类，就是它前面的那个葡萄柚的果香那些微微很快的过去之后，它的那个中调就是胡椒跟天竺葵的味道就很明显。那我觉得它整体还是比较你刚刚说的那种接地气的感觉，就是比较自然，比较接近那种大地田野间的那种感觉。它还蛮轻的，我以为它是一支蛮重的味道，结果不是。想说天龙座应该是很力量 powerful 的那一种。我们会联想到这种乌木啊、焚香啊，或者是对，然后名字可能改一下好了，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它这支的味道还蛮地龙座，蛮实穿的，对，不会那么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听名字好像是男生用的嘛。对，因为我之前这支在桌上我都没有拿来试过，是，对，而且我觉得一般，我自己没有对辛辣调的这种香气，其实我会很挑吗？还是讲有时候有点抗拒，因为觉得太刺鼻或太呛。可是我觉得这支很舒服，还蛮柔顺的。对，它那个天竺葵运用在这边，把那个胡椒，它会有那个前面有一点点那种蛮跳的那个味道，但是它不会很辛香感啊。所以现在闻到有人讲说天竺葵有那个玫瑰那种类似玫瑰的香味，其实我这边就可以感觉到它有一点类似玫瑰那种花香。对啊，就是比较平价的玫瑰。这一支其实同时让我们3个人都倍感意外了，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因为本来会认为天龙应该是很盛大的、很有力量的，但是没想到它居然是如此接地气，不是住天龙国，原来是个小龙，小可爱。是，那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在我们这边闻到这一支的味道的话，哇，你一定会唤起你很多年幼时候的记忆，快乐的时光的记忆。是，我觉得也蛮绿感的感觉。对。好，那我们前调先停在这边。好，待会再看看这一支天龙会带我们跑到哪里去。带到对，好，再见，拜拜。拜。也有茶香感啊，那呢？对，每一支我都觉得有茶香。来，那我们开始哦。好，天龙座后调回来啊。好，难怪我觉得它好闻啊，它就是有乳香。原来跟琥珀。好，那林心丽先帮我们开头一下。它后调啊，我们刚还在想说它那个会不会还没走到后调，它可能还没到完全啊，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有中后已经开始在走了。然后香根草不会到前面开始那么的明显，但是呢，因为它多了一些木质香气、树脂香气，就是有乳香跟琥珀的那个比较柔顺的那个感觉进来了。对，所以一开始的那个香根草的味道没有那么的突出了，它就比较柔和一些些的味道。我觉得后调比前面我还更喜欢。对，对，是。好，那陈明老师，我也觉得走越后面，我觉得它味道越好闻。因为它的那个辛辣感，可能是因为被它那个后面的那个香根草，
还有他刚刚讲的那种琥珀啊，还有什么乳香的那种树脂的那种味道，把它弄得不那么的刺鼻。那我觉得可是它那个辛辣感那种还在，那我觉得还越来越好闻。是，那我要讲一下，因为我这个非常有画面，它现在在我身上有带出一些木质香，是。那这个木质香是很像，你有没有去人家那种正在装潢时刻的这种店家，或者是他们在做新的衣橱柜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刚新完成的这种衣橱柜，小柜子，那会带出这种很轻、很亮、很白的这种馨香，馨香的，应该是馨香带给你的感觉。对。或许这个馨香就来自于天竺葵继续延续下来的。可是我要接续刚刚陈明老师的上一 part 的故事哦。小朋友很快乐，礼拜六准备回家的路上，对不对？那小朋友都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沿途当中挖到了什么好玩有趣的宝藏，然后不想让家人知道的时候，有没有赶快回到家，到一个秘密小房间，然后床底下拉出了一个小小的木盒子，然后赶快很开心的看着它，赶快藏起来，盖起来。那个盖起来瞬间的味道，就是木头飘散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一支味道。然后赶快趁爸妈没看到，还有兄弟姐妹没看到之前，赶快又收回去。我觉得有这个画面跟味道给我，哇，真的很喜欢。我觉得我从这一支我从头到尾的故事走法我都很喜欢，到后面也很喜欢。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蛮顺的补充一下？我觉得他到后面会越来越像是那个小朋友到礼拜天早上一大睡到自然醒的那种，很慵，带一点慵懒的感觉，是这样舒服的。然后阳光呢，就是例如像说，我小时候我的房间是床后面是有窗户的，然后这阳光时期都会照进来，会照到我的床上，然后我就会让我联想到那种，你知道好像那种棉被晒过太阳不一样的味道，但是那种氛围。它就会让我觉得很亮、很不能讲刺鼻，应该讲很亮、有点温暖吗？对，带点温暖，然后你又觉得，但又不炎热，很舒服。刚清晨的太阳，对，很刚好的感觉。是。好，那问一下老师，这一支天龙座，你会把它定到在什么样的香调？辛辣木质调。辛辣木质调，OK。辛辣木质调0到10分，你会给它几分？9.8，挺高。9.8原因呢？我觉得它是一支很有特色的木质调的香气。然后也可以从前面的那种到，就是它是3调变化，会让你觉得它很明显，对，然后很有层次，没错。然后可以让我联想到很多一些我小时候的画面。是。让我觉得很有那种你好像我小时候接触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会勾起我的回忆，然后我觉得很喜欢这个感觉。有 OK，好，老师客气了，给他9.8分，我等下给很高。好，林心娣这一支，你会定调在什么调？也是辛香木质调。辛香木质调。对，因为它蛮明显，就是胡椒，然后天竺葵跟这个香根草，一开始还蛮明显的辛香感。那后调的这个乳香加进来，还有琥珀的这个滑顺感，整个就很滑，很柔顺。它前后的这个转折，我觉得很顺的，就是接到后面这样子。是 OK。然后分数的话是一样9.8。9.8。它后面的这个物质干燥的这种味道，还蛮喜欢的。然后它的这个乳香跟这个琥珀的感觉，我就觉得因为只要有乳香的味道的香水，我都会觉得很想睡觉，不是啊，就是会有那种让我放松的感觉。对，乳香是一个很大的安神
那个叫什么定神剂还是什么，就是对对 ，OK，对，9.8，好，换我。那这一支我还蛮喜欢，这一支我叫做从头喜欢到尾，从一开始到最后面我都非常的喜欢。那特别谢谢陈明老师带的过程当中前调带出来的故事，那个画面，就确实是我小学回家路上的画面，然后到后调自己把这个路上发现的宝藏偷偷藏起来到这个小木盒、小木箱里面去，所以我给这一支会定调在新香木质调，那0到10分，我会给他25分，不是15分了，20分太高了，超过了，15分了，15分，一时没有回应过来，说15分，15分，真的是一直爆表爆太多了，真的是太喜欢了，尤其它非常有画面感，如果你有机会，你来这里现场找学姐闻闻看这一支，你会发现我们讲的画面故事是吻合的，是真实的。是。非常谢谢陈明老师今天画面大师带我们回到童年去，真的太好了。对，那如果你有来过现场闻过这支，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给我们一些回馈，说你闻到的是什么感觉？这样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闻到的感觉。好，谢谢两位，那我们待会30秒再跟大家简短介绍。OK，拜拜，拜拜，拜拜。